各部队已经进入指定区域，战斗马上开始。稍等呢，是不是到导演部看？到。注意，只攻击突前目标，达到组织目的即可返航。明白，明白，疯子明白。师傅，我们可偏离航线20度了啊！马上进入战区，这样可以避开敌方雷达，我们能侧面迂回过去。偏离了这么多，我们要不要向团长汇报一下？哪那么多事儿？疯子，请报告所在位置，飞行状况。报告老猫，编队进入6号空域，飞行状况良好，报告完毕。到达作战空域后，立即报告目标位置、推进速度、装备数量。疯子明白，报告完毕。疯子，是否偏离航线？是否偏离航线？你马上校正航向！马上校正航向！你听到了没有？哎，你怎么把它关了？不听他啰嗦。这可是团长的命令啊！一路上光听他嘚不嘚了，妈打不打仗了？通知动2、动3、动4号跟点，我从5号战区东侧丘陵地带绕过去，从地平亚团的侧方进入，隐蔽接地后发强击。从后方进入，既有欺骗性，又有突然性，就算被发现了，等停车应战，来不及了。主管，你就别疯了，阶段和指挥部的联络，到时候团长应该给你急了。哎呀，到时候你就跟他这么说。又是我说，师爷们就得敢担当，师我徒弟你就得跟师傅打配合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不就是跟你行动团长吗？这怎么说话？你得这么跟他说，你得说我们是进入战区了，怕被敌方侦听，所以暂时关闭了通信器。我还不懂，你说的没错。听你的，听你的。动2、动3、动4，保持面对队形。张海他们现在到什么位置？已穿越6号空域，马上到交战区。只要江海他们能够阻滞敌军推进速度，伏击兵力就可以全部部署到位。这次我们是4架直9双主双机编队，武器配备是真打合一。目前江海的状态，完成任务没问题。都到位了吧？到位了。好，各地示意，按演习预案，敌坦克团就在我正前方4公里处的3号公路上向南开进。我们越过丘陵后，坦克团侧后方进入，攻击目标确定为车队前4辆坦克。攻击顺序：由我首先攻击第4台车，动2号紧跟，攻击第3台，动3号攻击第2台，动4号攻击头车。攻击目标和顺序都清楚了吧？动2明白，动3明白，动4明白。好。攻击！坦克呢？雷达眼力目标显示。我们是不是把位置搞错了？没错，是3号公路。那时候我们来早了，坦克团还没有开出来。不会吧？有没有可能我们迂回机动飞过了？坦克团早就开过去了。可能我们进入5号战区没多远，一个西装满营的建制团至少也得5公里长，不可能这么快就开过去，连点烟尘都没有。要你这么说，
他们推迟了出发时间。这倒是有可能。哎，帝军统战团长叫古霞，知道吗？倒是有所耳闻，说他是战区最牛的坦克团团长。他好像有个什么外号吧？马拉多纳。这不是阿根廷著名的足球明星吗？东三东四注意，马上沿3号公路南北方向延伸搜索。东2号，3000米空域警戒。要不要向指挥部报告？现在我解除情况再说。报告东1，我是东4，向北延伸20公里，没有发现装甲目标。报告东1，我是东3，向南延伸飞行16公里，没有发现任何目标。扩大搜索范围，扩大搜索范围。马拉多纳命令按演习规定的时间出驻。阿尔蒙红军的首领们还在小沙河一带排兵布阵，还在爱玉啊准备响叮钟的盛宴呢。那这么说，我们上当了。这个玩笑可是开大了。老包，我是分子，帝军坦克根本没有在3号公路出现，我正在扩大搜索范围。报告完毕。怎么可能啊，团长？江海他们正在扩大搜索范围，告诉江海，不能进入敌军边防区，免得打草惊蛇。古霞是个聪明人，一旦发现我们在找他，肯定会改变行动计划。参谋长，敌军的行进路线情报可靠吗？绝对可靠，这是网络侦察组前天实施黑客渗透时截获的。古霞战术方案很明确，他的1、2两个营就是要从小沙河一线突进。我在小沙河设伏，应该没错。命令江海按原路返航，另派无人机继续侦察。疯子，指挥部命令你编队，立即按原路返航。返航？为什么？执行命令，立即返航。我们明白。通知东3、东4向我们靠拢。东2继续空中警戒。你不准备返航？空中回旋，你愿意，我可不愿意。这是命令啊！命令当然要执行，但也得看怎么执行。盲目的执行，还是积极灵活的、有创意的执行？算我说不过来。放心吧，早晚是要返航的啊！交给你了啊！看见下面那个岔路口了吗？看见了，怎么了？下去看看。什么？落地啊？叫你下去就下去嘛。我觉得我们是被马拉多纳给耍了。怎么给古霞起了这么个外号？这是从地区探军内部流传出来的，据说有次化战区演练，古霞率领1个坦克营快速突防，攻入敌方区，巧妙地绕过3处雷区，又连续击毁了对方3辆坦克，最后直接把坦克车开进了对方的指挥所里。他的这场战役让人想起了著名的马赛回旋，韩代连续过了6名防守队员和守门员，最后一脚破门。所以，喜欢足球的敌军参谋长就称他为军中的马拉多纳。好了，小心点啊！
是疯子。首长，请指示。嘛你们都没听出来？严谨点。仅仅是听说就能得出这样的判断？一个飞行员干起了侦察兵的活，真是头一回听说。你叫江海他们马上返航，继续在3号公路上逗留，只会暴露我们的意图。是。疯子，请你按原路返航。听见请回答。疯子明白。江海说的没错，这回 A 集团军被 D 集团军坦克团长古霞耍得不轻。早在演习发起前10个小时，狡猾的古霞已经率领他的坦克团进入了西部山区，利用夜色和山林掩护，悄悄向 A 军后方长驱机动。A 军指挥部竟然一无所知，还按计划在小沙河一带设置伏击场。团长，来口水吧。团长，有规定不让喝酒。你尝尝。有规定，你尝尝就是了，看把你吓。没味儿，这不就是水吗？这是我自己勾兑的矿泉闷倒，假装二锅头，怎么样？够劲吧？团长，什么意思？酒不喝了，状态都没有。矿泉水喝出酒的感觉，这就是境界。离山口还有多远？报告，还有35公里。怪不得前2天你让咱们的工兵营伪装成当地施工队进山来修路，就是为了从这儿绕到 A 集团军的背后，给他来个出其不意。通知部队，一刻不提的给我开出山口。是。团长，矿泉闷倒驴。兵长，请过。战场不是在小沙河吗？他们怎么会在这儿出现？像是一次隐蔽行动。你看，那不是在消除痕迹吗？哎，副营长，我们要不要整他一下？首长要求我们不站边只讲军，摸清楚他们意图再说吧。明白。参谋长，我觉得江海报告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。报告情况可以，但做出判断是指挥首长的事。你同意他落地的？我也是刚知道。报告。参谋长，刚收到电子侦察分队报告，敌军坦克部队已从3号公路向我前沿推进，无人机发来了实时图像。通知小沙河指挥所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左团长，看到了，4架直升机兜了那么大一圈，居然连一辆坦克都没发现，还得下来问老百姓。无人机一趟，连视频都发回来了。江海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师傅，指挥部说的也有一定道理。什么屁道理？你看啊，西部山区道路狭窄，重装备根本就无法通过。就算是敌军想偷袭我们，也不会选择这条道路。他们能飞过去？那你干嘛就非要怀疑古江会偷袭呢？战场上唯一相信的就是你自己，唯一不能排除的是对敌人的怀疑。我可不想白来一趟。按照命令返航也不算是白来一趟吧？那你告诉我，敌军坦克深夜通过3号公路岔路口，又突然神秘消失，不知去向，这个动作说明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任何隐蔽行动的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我不想放弃我的判断，有继续侦查追踪的必要。
李飞，师傅，你就按照命令返航吧。松手！师傅，你不要再违抗命令了。我是机长，我担当。松手！东阳，我请过。东阳，我请过。我命令你松手！松手！东2、东3、东4，跟上我们。师傅，你干嘛总要跟团长拧着呢？这不就是个演习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演习就是为了打仗，打起仗来，什么情况都会发生。你看到没有？公路和桥都是加固过的。树上落满了尘土，这就是坦克开过的痕迹。通知编队减速，我们翻过山梁，沿另一侧飞。这片山谷我们从来都没有飞过，如果离开了公路，我们就更不好判断方位了。我们如果继续沿公路飞，很有可能会遇上敌军坦克。你注意看，这里还有一条平行的山路。我们如果沿这里飞过去，有可能会更加隐蔽的接敌。东2、东3、东4注意，控制飞行速度，保持前后距离，跟随东1，翻越山脊，沿右侧山脊隐蔽接敌。参谋长，3营现在到什么位置了？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过了3卡米，大概再有1个小时，就可以进入小沙河村附近。现在爱军黑客一进来，我就知道呀，他们在摸我们的土。既然主动上门，这人情我能不送吗？马上就要出山谷了，3营的佯攻任务还按照原计划行动。按计划执行。告诉3营长，不要有丝毫的犹豫。阿西啊，从眼睛把 A 军主力吸引过去，就算完成任务。我们一定要坚信，只有用3营被歼的巨大代价，才能换取我们长途奔袭的成功。我们的成功也将奠定敌军的最终胜利。打掉他的燃油补给，就等于切断了哀军的大动脉。军长之所以能批准我的意见，看重的呀，也正是这一点。师傅，你看，看你们往哪儿跑！1营各车注意，报告展开位置。报告，1营进入攻击位置，2连正在跟进展开。通知电子干扰分队实施全频干扰，防空分队打开雷达。明白。电子干扰分队实施全频干扰，防空分队打开雷达。命令编队准备攻击。动2，原地跃升。首先对进入攻击线的坦克实施导弹攻击。动3、动4，沿山谷南侧进入，对山谷内公路上的坦克实施火箭干扰攻击。等一下，师傅，这毕竟是演习预案之外的行动，我们还是先请示团长。恐怕来不及了，敌军坦克已经在开阔地集结展开，非常有利于我们空中打击。如果让他们发起冲击，我们可就被动了。你听我说一句话啊，刚才咱们擅自行动，团长已经很不满意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又改变了返航路线，绕道飞行，这团长一点都不知道。如果再不请示就发动进攻的话，这错误犯的可就越来越大了。你怎么老这样？前排狼虎马虎的，那请示了也是打，别打别请示不行吗？师傅，
你现在正是正营挑副团的一个坎上，不能一错再错了。毕竟这只是演习，又不是真正的战争，你没必要冒这个风险。你现在报告团长，团长也做不了主，他在请示于参长，参谋长在请示军长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我是你的副驾驶，我应该听从你的命令。可是发起进攻作战，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啊。我们先报告，也算是把我们侦察到的真实情况通报给了指挥部，这对指挥部调整部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。师傅，只要我们报告了真实情况，我想指挥部也不会不同意的。好，报告，先老板。老包，我是分头，老包，报告，有电子干扰。团长，防空分队报告，雷达发现我上空有 A 军直升机过来。直升机？对。命令2营防空掩护，地空导弹全部进入作战状态。明白。靠！妈的，逼咱挺敌！命令1营1连立即发起冲击，进入有效射程，马上给我开炮！明白。1营1连，1营1连，发现目标即可开火，发现目标即可开火。还是不行啊！别折腾了，地区的全屏干扰，再不打就贻误战机，后方基地就让连锅端了。我们被雷达锁定了。只要让我的导弹有他就别想跑。快，没打中，咱们导弹不行了。不是导弹不行，是这小子呀，飞得太刁了。哼，给我打！动摇，注意后方有一条尾巴跟上来了。
是不是咱们陆航团的水上情报？他们来了，我就急了，没有跑道。我们现在是第3方舰队，不轰不来，打谁都没商量。那是，我们就附身帮你对一下。帝军坦克团只有1个连的坦克进入伏击圈，后续坦克一直在2公里外走走停停。第2架无人机侦察报告，3号公路未再发现帝军坦克主力。后勤基地报告，发现帝军坦克部队、警卫部队正在组织防御作战，请求指挥部派兵增援。难道帝军真的迂回到我们后方了？参谋长，看来江海的判断力已经到了。江海现在在什么位置？受电磁干扰，一直没联络上。这么说，他没有按原路返回。直升机已经撤离，2连是否可以展开攻击？命令2连立即发起攻击。明白，明白。307、308、309进入有效射程。团长，2连各部已进入有效射程，请求开炮。等等，再靠近点，再向前推进500米。团长，直瞄没问题了。我让哀军兄弟们看清楚来势汹汹的96A 坦克军什么样子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马拉多纳的长驱直入，什么叫泰山压顶，什么叫铁流滚滚，什么叫不知所措，束手就擒。坏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这样不行，强行进攻，地面上的坦克都变成直升机的活靶子了。通知各分队立刻转入防空作战，先干掉敌军乌鸦再说。团长，我们指挥车通信系统完全瘫痪，无法与各车进行联络沟通了。各车注意，我是团长虎侠，立刻转入防空作战，立刻转入防空作战。是导演部看先锋过来的。这是江海他们吗？不是他，会是谁？报告首长，这是导演部发来的战况通报。11时30分，偷袭 A 军后勤基地的帝军坦克团2个营遭到 A 军武装直升机的拦截和持续导弹攻击，团指挥车被击毁，指挥系统瘫痪，多辆坦克和战车毁伤。导演部裁定，从11时40分起，帝军坦克团停止一切战斗行动，退出演习。命令前沿各部队按预定计划向各自目标发起攻击。是。跟江大队长联络上了吗？报告还没有，敌军电磁干扰一直没停。都退出演习了，他们还干扰啥？联通后，叫江海马上返航，不得延误。参谋长，就是咕咚不上也没关系，再过10分钟不返航，油都不够了。这一点，江海比谁都清楚。我要的是一个圆满的结局，不想再节外生枝了。明白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武侠精心谋划的偷袭行动，因江海的突然出现而功亏一篑，并导致了帝军的全盘结束。如果江海就此收手，安全返航，或许还能功过相抵，减轻处分。偏偏他又来了个搂草打兔子。师傅，我们该走了吧？好，我们走。我们可以从这儿翻过山梁，直插回去，至少可以进50公里。听你的。洞2、洞3、洞4注意，翻过山脊，沿最近航线返航。洞2明白，洞3明白，洞4明白。回家喽。哎，王子，感觉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你不被团长处分就算不错了。哎，下面是什么？好像是帝军的电子干扰台。没错，干扰源就在这儿。哇，他藏在这儿，干掉他！师傅，我们已经没弹了。再说演习也快结束了，但他还在释放干扰，说明战斗还在进行。我没弹没关系，洞2机上还有火箭弹呢。这样，我们俯冲佯攻，洞2随后攻击，搂草打兔子，扩大战果。这演习都快结束了，他干扰不干扰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就不爱听你说这话。什么叫没关系啊？漏掉一个敌人就留下一个隐患，说不定明天你就栽在他手里。干扰我一上午了，我不打他打谁啊？我看呀，你是没仗打憋得慌。是，我早就憋疯了。通知洞2，战术88要洞。洞2注意，洞2注意，目标林中干扰台，执行88洞战术。洞2明白，战术88洞。电子对抗是把双刃剑，在干扰对方的同时，也对己方通讯产生影响。显然，帝军电子对抗分队就始终没有收到坦克团已退出演习的通知，仍然保持着作战状态，不幸躺着中枪，而惹是生非的江海也没落得好下场。师傅，打电子干扰台的科目以前咱也没练过呀。你说的都是屁话，现在打不就是练吗？来，返航的油还够不够？返航是勉强够，要是再遇到别的情况，可就说不好了啊。行了，够回家路费就行。下去了。爽！不好，我们被导弹咬住了。看清楚没有？什么弹种？好像是肩扛导弹。我靠！坏了，我们被击中了！师傅，
这怎么回事？总局拉到头了，胜利还是不错。翻越山脊是不可能了。看来是不可能了，尽量保持平飞，冲出山谷。从山谷绕过去，油料肯定是不够的。先冲出去再说。找部长下来，看看怎么回事。不行，师傅，我们迫降吧。要迫降也得飞出山口迫降，不能让董侠看咱们笑话。团长，指挥部来电，让我们晚上必须撤回驻地，明天一早开总结会。我们败了。是的。海军陆航团，我早晚要报这一箭之仇。哎，团长，你看，就是这小子，还没完没了呢！快，准备战斗！哎，团长，是不是出什么故障了？大队长，你先跟我们回去吧。不用管我，你马上返航，救援队会来的。过去看看。